人其实就跟你说过，百里其实是什么弄一帮名媛，然后去陪金主。没有，这个是我是从你后来从你嘴里才知道的。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他身边人也会给他渲染，就是说百里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就是社会关系比较乱之类的。那传说那个我跟龙二分赃不均，这个是那个时候传的吗？也不是啊，但是说你跟龙二搞过这个事儿是之前他讲的。对，他身边人说，哎，那个他跟龙二也搞过，但是这个是我后来才知道啊，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就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因素导致了他就不敢跟我亲。对，就是那会儿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说他跟百里跟龙二也搞过，我说你怎么知道？我那个朋友就说，因为我跟龙二是同时期的网红。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各种不利因素就导致了他其实对我防备心很重，防备心很重。后来我们就因为这个事儿吧就聊开了，然后那个他就我们就开始玩真心话大冒险了。我就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实的回答。他说好。我说你真的觉得我当时要潜规则你吗？然后他反问一句，他说那导演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说你问。所以你有想潜过我吗？场面一度尴尬，你知道吧？一度尴尬。那我太没面子了。对，一度尴尬。就是当时我就心里在想，我他妈的，我是好美的一张脸，你居然不想潜我？就我会觉得，那你找我当演员干什么？这个人有被潜妄想症，你知道吗？我也太失败了吧！就很奇怪，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是，而且就是这个，他问了这个真心话大冒险之后，我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下头，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下头，就是我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自信？我就说可能你在某一个圈子、某一个领域可能很优秀，或者说长得很出挑，但是呢，你要知道百里屠夫喜欢的类型一直都是小鲜肉啊，然后都是嫩嫩的呀，没有毛的呀，然后白白净净的。我说你凭什么觉得你会被潜呢？我就觉得，而且他还直白的去问我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下头。但是紧接着，因为大家喝的就是喝酒了嘛，然后就有的人就是说那个想继续喝酒。然后就带他去喝酒，就是本来大家都收工了，收工以后，然后就是那个化妆师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灌他酒，然后我们就开始玩骰子，然后聊天，然后问问题之类的。我一直在他身边，然后因为那俩人吧就有点就是聊天没有轻重的那种，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今天晚上也受到了很强的刺激。我就说，那我在身边，我就尽量的，就是帮他挡酒啊，或者说就是照顾他之类的。然后就是那天晚上就安然度过了。紧接着我们第二天还是要拍摄，在拍摄的时候他就跟疯了一样。第二天拍什么？拍那个酒店的戏。酒店的戏。拍酒店的戏，他整个人就疯了一样。之前他是跟我们就不太亲近，第二天拍戏的时候，整个人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跟我说话都至少缩进了1米的距离，就是导演，我是这么能跟你，就是他就说那个导演，咱们今天拍那个亲密的戏吧，你知道吗？他就是特别神经病，他说咱们可以拍亲密的戏。然后我们摄制组其实都没反应过来，我们都觉得然后他就一直都是我准备好了，我今天我真的想清楚了，咱们就拍那种就没事儿。我什么？我就是这么说的嘛。就反正就是整个人就感觉那个尾巴都翘起来了，你知道吗？我没有说过这么母的话啊，我没有这么说。然后我说也太奇怪了，然后我就私底下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说都怪你们，昨天给人吓着了，我说那个搞得好奇怪，就是就搞得你好有压力似的。然后紧接着我们其实一方面觉得不太自在，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看到了你的改变，所以我们还有点小感动。紧接着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就是
出外景，然后去那个海边拍戏。海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去海边，然后都没吃饭，然后我开着车，然后那个他就买了一些那个就是小吃，买了一些那个面包。不是我买的，是福福买的，然后就买了一些那个面包，然后火腿肠，矿泉水之类的，然后我再开车，然后他就给我喂我水，喂我面包之类的。那一瞬间，不是会觉得说跟他距离有多近了，是我会觉得说啊，原来他是在我们这个团体的，而且后边2个工作人员，我们4个人的那个状态是非常和谐，而且特别青春的。我也很久没有这种亲密感了，就是像4个小伙伴郊游一样，所以就是特别开心。然后紧接着，可能就是因为说完他之后，我们在海边拍戏，其实也没拍什么亲密的戏，但是在海边吧，他就有意无意的，他就是想没有那么尴尬，就是跟我的关系就特别活跃了。我俩就一直在那块儿就是聊天说话，没有我俩戏的时候，我都没有一个导演的样了，我也不想着镜头了，都是摄影师在想，然后我就陪他聊天。然后那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关系就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我也觉得来不及了，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拍摄了，也是最后一天拍摄了，我觉得一切都来不及了，就哪怕他极力的想修补这个关系，因为明天就大结局了，然后我就觉得他无力回天，然后我就想着说把原本的结局然后改一改，改的简单一点，然后就让他赶紧把这个戏拍完得了。然后结果就明天就就包括那天晚上拍完的时候。都是早上5点多了，早上5点的时候，我开车回到家都6点了，6点，然后我去洗了个澡，等我回来看手机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语音电话。不是那天啊。反正就是他给我打了一个语音电话，然后我都会觉得说啊，他为什么给我打语音电话？然后我就发了个问号，他说啊，那个导演你到了，刚才一直担心。不是。打语音电话那天是喝酒，晚上喝酒那天。那不，我没喝酒，你别在那胡说。是那个。你叫的代驾，你。放屁！我没有叫代驾，是梁浩哲和那个谁喝。不是那。是。不是那天。反正就是我没开车那天。然后那个，他就特别那个不自然的就说，哎，导演那个，刚才一直担心你，怕你睡着了，怎么样？那天是肯定我开车了，你就担心我怕那个就这个出什么意外之类的，然后他就主动套近乎嘛，我其实我还觉得其实挺尴尬的。后来就这样，就很快的就拍完了补拍的戏，然后结果也是拍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也没有亲密的戏，也没有加深彼此的关系，然后。但是有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我们马上拍完的时候，因为他有跑步的戏，然后他就是那个，因为他脚受伤了，一直都没有愈合，然后他脚就出血了，他就说那个告诉我他脚出血了，那一刻我确实是觉得非常的心疼。对，你看人本来就受伤了，然后又跑步把那个伤口都挣开了。对，而且还拍海边的戏，还有水。对，还沾水了。对，反正就是各种受伤，然后我就挺心疼的。但是我们拍完的时候也早上8点多了，然后就是回家的时候也是，那天我居然开车回去的，在路上我差点都没睡着了，就差点出意外。啊，真的。对啊，因为咱们拍戏是在那个我给小大夫买的那个房子里面，然后但是我要回自己家的话，开车40分钟，是完还是高速之类的。就是差一点就出事儿，然后后来就回去了以后，然后剪，然后后来那个剪辑师就在那块剪，人就觉得说演的也不好，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就骂小薇，我说死小薇，我说你他妈也扛不起这个大旗，结果小薇演的也巨烂，我就真的很头疼，我说那都那个时候是花12万，我觉得是你要求高了，对，我觉得他们演的都可以。然后我就看小薇，因为那个时候就拍小薇演的也巨烂，我就真的不行，我说花12万我不能打水漂，我说还得想办法补救，但是我已经没有，就是因为他其实表现出来的就是说，
啊，那个导演这次是最后一次补拍了，我下一次我不能再补拍了，因为耽误我做生意之类的。他其实他就是想要钱嘛，他就没明说嘛，他就说哎那个，因为他造谣你。他是商人嘛，你还在这造谣，反正他就是各种就是哎说自己不容易，然后就是啊那个不能再补拍了之类的。后来我就觉得小薇演的非常烂，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打水漂了。后来我就还是得硬着头皮，我说那个那啥呀，我说那个咱们还得补拍。然后我就跟他发消息，我说那个我说阿巴刀，他说哎导演，我说哎真不好意思，我说还得补拍。他说啊这次要补拍多久啊？就补拍太多次的话，那个他说他前任也不太同意之类的，就是因为他合伙人和他前任都觉得说他拍这个戏他飘了，他不好好做生意之类的，然后他就来拍吧，他其实挺有压力的。我说你放心，这一次咱们就是补拍1周，然后咱们这一次不，你说是2天，对，补拍2天。补拍2天，然后那个我说那个拍完咱们那个就再也不来了。然后他说啊，那我周几回去行吗？我一看，哎，这是3天。我说那行。结果呢，我说谢发丝的眼镜。我说那你赶紧来，我说那你能不能早点来呀？因为他忙，其实是在周6周天儿。我说那你能不能周1就过来呀？我说正好那个，哎，那个我写了一首好听的歌。然后也想着说这首歌能让你来唱那个这个插曲，因为我知道他其实特别喜欢唱歌。我说咱们就是抛个砖引个玉什么钓个鱼之类的啊，哎咱们就是说了这些话之类的，然后他说好啊好啊我是带着语气说的吗？我就给你发的。他说啊那行吧，就那种。然后他就要来了，我说那个你没事你就早点来嘛。我们不是发的文字消息吗？大概是嘛。你怎么还好啊？这是。哎呀，讲故事当然会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夸张一点了。然后那个他就来了，我说那个咱们在演戏之前吧，咱们先熟悉彼此3天。哎，我说这次咱们要拍好，一定要熟悉，要拉近彼此的关系。我那时候就心想，又要浪费那么多天时间。反正我就是让他就是前3天啥也不干，就互相了解，谈恋爱。2天。2天，前2天就是谈恋爱，然后他来的那天吧，正好是小薇过生日，然后他本来到这儿都11点多了，然后恰好呢那天好像是那个航空管制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不能按照正常的时间飞。我说那你赶紧取消，我说小薇的生日我希望你来，然后结果我就给他定到晚上7点半到北京。5、6点吧，好像。7点到北京。好像。到北京是7点半，然后他大概从那个机场到这边就是8点半或者8点左右。我说这样咱们能跟小薇一起吃个饭，因为他之前说了，他说怕我潜规则他嘛。我说那这一次咱们就是在小薇的饭局上了解，或者说就是拉近彼此的关系，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单独接触的话我也会比较难堪，就是我喝多了在酒局上可能就会拉近彼此的关系，所以我就告诉他8点半然后来，结果他就来了之后我确实喝多了，然后因为我喝多了真的是老色批的那个死劲儿就上来了，我就放开了，我就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我说哎你来啊，我特别开心，就那种就是老干部来了，就那种。然后我就喝多了，然后他们就点我的歌，因为我们吃饭的地方正好是有那个 KTV 嘛，吃饭的地方就是可以唱歌，然后那里边全都是我的歌，然后他们就点着，然后那个我就那个跟他一起合唱了，因为我俩有一首歌就特别关键的这首歌是莫文蔚的那个电台情歌，然后他点了，然后我俩就合唱，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喝懵了之后，然后他就在那块坐着听歌还是唱歌，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然后他听歌还是唱歌，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喝多了呀，我就支撑不住了，然后我就从背后就抱着他，我就在后边就这么抱着他，
然后我的表情就跟当时不是你的表情我虽然说我喝多了，但是我都能想象你的表情就是，然后别人就看咱俩，然后你那个时候就那种。没有啊，我可没有这个样子。感觉你就是这样子，然后我那会儿想的，得手了，就是原形毕露了，忍了这么久，终于现原形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在他那个就是抱了他大概3秒钟，没有很久，很久。那我喝多了，我真的喝多了，我就抱着他那个喝，然后很久，然后紧接着，然后我又去跟那个别人去喝酒去了，可能划拳之类的，然后我就喝多了，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你坐好了，咱俩演一下。我就在那唱歌，我在那唱，就这样，我就开始上手了，你知道吧？但是我没意识，你知道吧？我就在这么搓，我就在这搓，你知道吧？就在这摸他腿毛，我记得还是对啊，摸他腿毛，我就开始上手了。上手了之后，紧接着就是因为那个餐厅就大概是到11点之后，那个唱歌那一块就要收费了，所以我们11点的时候就结束了。我们从8点半一直到11点多，然后确实我也喝太多了，然后他就叫了一个车，然后就回那个酒店，我要回我家，然后他住的是那个我家附近的一个酒店，结果他就把我送回去了。送回去以后，我就说，我那个时候我还有点记忆，我就说那个什么，到了跟我说一声啊。我说好的导演，然后就这样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到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第二天，然后我喝多了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昨天晚上做没做啥？他说你做了。我就在回忆，我就说我到底做什么了？后来他就跟我说，其实也没做什么。后来我俩就去看电影，然后就是了解彼此。然后他在天桥上的时候，他确实是勾引我了。勾引你？对啊，我只是寻常聊天。他确实勾引我了。他说那个确实勾引你，造谣。我说呀，你看我说的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我俩在那块就是在那块那个就是天桥上走路，我俩要去看电影，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那个其实这次让你来拍啊，包括怎么样的，我确实是那个挺不好意思，然后就是那个，但是你也能感受到，其实我在那个微信上，我也能感觉到咱俩在微信上就是彼此的就是缓和这个尴尬的关系。他说导演你别跟我说这些东西了，我其实就想问你，导演你想我了吗？我是这么说的吗？对，原话。我就记得说，我问了你，导演，那你想我吗？对，大概就这个意思啊。他说你想我了吗？我说，哎呀，我说我该说想你还是不该想你？就是我心里就在想，我说我想你了，会不会让你觉得说又要潜规则你了？我要是不想你，会不会破坏彼此的关系？我说，哎呀，我说那个，确实是有一点点想，但是你知道吧，这种想它不是喜欢的想，它是一种怀念的想，那种就是友谊的想，就是你记不记得咱们那个去海边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种就青春的那种氛围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我就在想，我就说我要表现出就是我很珍惜这段关系，但是我又不能让他觉得说我会潜规则他，你知道吧？就是各种就是找补。然后他可能就是那什么了，友谊的想怎么想？友谊的想，反正就特别难搞，你知道吧？他特别难搞。然后装货。对，我说，哎，我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说，哎，当时龙二拍戏的时候吧，他其实也没有安全感。但是呢，我当时哄龙二的方式，我就说，龙二啊，这个剧组我觉得你最好。其实这几个演员我最喜欢的是你，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有人敢欺负你。这个剧组，这个就你说了算，我给龙二无限的信心，我让龙二觉得我喜欢上他了。
但是我说我跟你一起拍戏，我就得随时告诉你，你放心，你不是我的菜，我不喜欢你，咱俩好好拍戏，你知道吗？就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维系这个关系。然后我俩就看了一场电影，看电影，然后就回家又看电影，怎么样的？然后紧接着第3天要拍戏的时候，正好赶上阅兵。阅兵的时候吧，其实9月3号阅兵的时候，就是交通是不通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就也是在家里等着那个拍摄，你知道吧？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要拍一些就是那个道具的一些戏份，自己安一些家具的一些戏份。然后因为我其实满脑子全是事儿，再加上我手工也确实不行，也确实不行。然后，但是他就一直在帮我忙活。他有一点就特别好，他在剧组里脏活累活他抢着干。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不适合做演员，适合当那个道具。我可没有。对，他就是抢着干，你知道吧？他就各种，他特别憨厚，你知道抢着干，就是什么重提什么。你知道这帮同性恋一干活，重的东西都说，哎呀我拿不动怎么样？他说我来，你知道吧？他就这种，他就特别喜欢干这种活。然后我其实对他印象特别好，包括安家具什么的，他就是各种安，然后就帮我。我其实那一瞬间，我有一点恍惚了。因为我一直在别人，就是一直从第2任之后，我其实一直在感情里都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是不是仿佛有2个字卡在喉咙里，这样脱口而出？没有，就是老公。没有，当时我一直从第2任第1任和除了第2任，我谈了6任感情，我其实就1任。可能就是他是1，剩下的都比我年纪小，都是0。然后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也坚强了太久了，我当爸爸太久了，突然有一个人帮我去做家具，然后帮我出苦力，我那一刻我真的被治愈了，我觉得我被温暖到了。原来这世界上有一束光，暖光是可以照到我的，能让我心里特别有暖意的一道光。所以那一瞬间我就确实是有一点点被对，突然想到软肋了。对，那种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蛮奇妙的一种感觉。结果第2天我们就拍戏，然后就是有一场戏是我们刀光然后我就拍一场戏，就是第2天就是有一场戏，就是我俩在一起了，然后那个起床上班，然后那个就有一场吻别的戏，然后就是彼此光着上半身，然后就是醒来，然后亲彼此，然后就上班，然后他醒了，他也回亲了一下，然后因为这是我们第1场亲嘴唇的戏，之前都特别陌生，特别有距离感。结果呢，就这场戏拍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没想好，也没准备好，反正我是没准备好。结果呢，拍的时候就是叭一下就亲上了。然后因为他亲的吧，我能感觉到他的紧张，因为他亲的时候特别短，正常的情侣接吻都是这种，他是，然后我就因为我这个人是怎么的呢？因为我是也会剪辑嘛，我就觉得说，那好，那你既然这个短的话，我们就不要喊停，要喊停的话，那个情绪就不在，我就让他继续演下去。但是我继续演下去，我不能说继续演，我不能这么说，我就撒了个娇，我说不够，他要，我说还不够，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我是狗啊！他就突然伸舌头了，你知道吗？我是狗吗？其实我就想着说，你亲的稍微长一点。我都说了，我说不够，还不够，就开始伸舌头了，你知道吧？先亲后伸舌头了，不是这个样子亲的。反正他是伸舌头了，其实我就懵了，因为我们没有说因为你知道早上起床的戏，你知道吧？那怎么可能伸舌头呢？你知道吧？你早上起来，就是有常识的人，早上起来接吻都不会伸舌头。对吧？因为嘴可能有屎味儿，他肯定不会伸舌头，但是他就伸舌头了。伸完舌头，其实我其实就有点懵，然后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
对吧？还有生理反应，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然后那个摄影师也看出了我们有生理反应，就也特别尴尬，我们都特别尴尬，因为摄影师也一直都觉得我们的关系特别疏远，然后大家都很尴尬，我也很尴尬，然后我拿着被子就盖这个生理的那个生理反应，你知道吧？大家都很尴尬，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可能表现不是特别好，咱们再来一条，然后就开始放肆亲了，放肆亲。就是亲了大概3、4条吧，一瞬间就拉近了彼此的关系，是吧？就早他妈亲，早他妈就不用补拍了，你知道吧？我就说早他妈亲，早他妈完事儿。那还不如怨你，就他妈怨你，就怨你。然后呢？你上次口香糖都买好了，就没给我亲。你知道吗？就他妈就磨叽了这么久，然后就亲了，亲了之后呢？亲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拍下一场也是就喝酒告白的戏，就是你们看到那些那个花絮，就是喝多了，然后就是彼此告白，然后因为他演不出喝多，你看他对自己的演技特别自信，他觉得技巧可以演出熟悉感，但是他演不出醉酒感。他说导演那个买点酒吧，我说行。他说一般酒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你给我买个烈一点的酒，我说行。然后就跟他卖真露，你们知道真露有多烈啊？然后他就咣当咣当咣当周了一瓶，咣当咣当周了第2瓶，然后我说行了啊，我说行了，这个酒来得快。他说哎呀还不够，咣当咣当周了半瓶。然后我说演吧，演着，然后那个就他酒劲就上了，说不行，哎呀酒劲上了想吐。我说没事，你就吐我嘴里之类的。然后他就。演戏的时候他就有点懵逼了，然后就是本来是一场吻戏，我亲他的戏，结果他就把我压到底下了，然后就是也不管摄像头在哪儿了，反正就在那块亲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是耍酒疯了吗？开始他怎么对我做这种事情啊？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场戏不行，还得重拍。然后呢，紧接着你们跟我说，你说我出摄像头了，说不要压着亲，就是在这里亲。我说好。然后我就后边就没有压你了。对，然后他就在那块亲，那个亲的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拍完了之后，就状态一下全对了，就全对了，怎么这么对啊？而且感觉就特别对，而且他也不再装一了，你知道吧？之前拍戏他都装的特别一，我什么时候装的特别一？但那场戏拍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觉得他成了。这个人一定会火，因为他演出那种细腻感，那种被那个调教的感觉。什么叫被调教的感觉？那场戏是你喝多了，然后说话特别大声，我说你小声点，我这再小声，再小声，就你记不记得有这个戏？我记得。然后就整个人他就特别柔，然后特别细腻的一个表演，我就说成了。然后从那天以后，然后我们就就是各种顺，然后但是第2天又到了要离别的时候，好像是不是第2天就离别了？没有，第2天然后又有语戏，然后那个时候第2天的拍戏，明显感觉到我俩的关系就特别近了。为什么呢？之前他换衣服恨不得就是跑我4米开外的那种地方去换衣服，这回他换衣服就我在哪儿蹲着，他就在哪儿换。他会我故意跑你面前换衣服，是不是？是因为你觉得任何人跟你的关系都不如跟我亲近，所以你会不自觉的就会找我在哪儿，你就会就是跟着我那种感觉。然后又演戏，然后演着，然后就到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他上半场还有一场戏，然后上半场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就是特别奇怪的那种。为什么奇怪呢？就是他兴致就不高了。平时他在剧组他是小太阳，就是各种就是特别有精气神儿。但那天拍戏他完全心不在焉，因为他就半天的戏了，他下午他就要回去了。然后中午拍完了之后，我就说咱们跟小薇一起吃个饭吧，因为我其实有点大直男嘛，我就说那个拍完了咱们一起吃个饭，然后那个。他说不要了，我说那也得跟小薇吃个饭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了，甚至因为我们经常你看我跟那个其他人
其他人拍戏，包括我跟龙二那个拍完小茉莉，我们就没见过面了，就没见过面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可能这部戏，因为他又做生意，然后又怎么样，我说咱们起码吃个饭吧。他说那好吧，然后就在那个小薇的那个拍摄地点，然后就吃了一个板面，吃完了以后他也是不在状态，我说那个行，那咱们那个拍完戏咱们就回去吧，因为他是下午5点的飞机，然后他行李还在我家，然后我们就回来取行李。回来取行李的时候也感觉他就特别不对劲儿，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可能有点舍不得。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剧组到最后了，其实他说啥呀？没说啥。然后那个就是舍不得嘛，舍不得，然后就是他就说啊，那个心情不好，舍不得因为我每次拍完一部剧吧，我也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但是我没有跟他建立那么深的感情。我没有跟他建立那么深的感情，因为这也不是我们剧组最后一场戏，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戏，所以我并没有悲伤的感觉，但是他其实很悲伤。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呀，这能理解，因为很多人第一次拍戏结束的时候都是会舍不得，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再走，就是因为他前2天表现特别好，我就把他的那个机票买的是头等舱，然后他就一路上我又给他叫了车，然后又是头等舱，他又是第一次坐头等舱，然后他就跟我路上就跟话痨一样，因为我就会觉得他没坐过头等舱，我就觉得他在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然后就是看到新奇的事物，他就跟你说，哎，导演我上车了，哎，导演我到机场了。哎，导演，那个贵宾休息室是这样的，哎，这里桃真好吃，哎，我上飞机了，导演，啪拍张照片，哎，这空间真大，你知道吧？就是各种就话痨了，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的那个能理解。现在想一想，他其实那个时候他可能舍不得，其实是因为我，然后跟我就说这些东西，也可能是因为我。感谢有代送的眼镜。对啊，是不是啊？就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反正就是没话找话了，对。因为我觉得你后边不是说可能会有粉丝见面会，想要让我来，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可能我80%的可能不会过来。对，他就不想过来，他说那我不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对，反正就各种跟我那个就是说话，然后我都。因为那天我特别累，我就想下午他妈睡一觉，真他妈左一个微信右个微信的。后来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其实，就是他上车那一瞬间我没有觉得什么。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下午睡了一觉，等我晚上醒来，谢谢狮子牛的鲨鱼牙齿。然后晚上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关灯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因为之前这屋子里拍了一些我们亲密的戏，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突然满屋子全是2把刀，2把刀在沙发上，2把刀在那个厨房，2把刀在卫生间，哎，2把刀怎么这么多？就是闹鬼了，你知道吧？就是2把刀怎么这么多呀？他就在屋子里晃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可能后知后觉，我可能他可能习惯了身边有2把刀，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压着自己的情绪，结果第2天拍戏的时候，我也在片场就不太自然了，我就说，哎，怎么这么闹腾？这个光不对，哎，今天状态不好，我说这个怎么就是画面这么丑啊？就各种，我说我怎么这么丑啊？反正就各种不对劲儿，然后那个摄影师和那个化妆师就懵逼了，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我就说，哎，歇会儿，我拍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说，哎，想梁宇了，因为他剧里他叫梁宇，想梁宇了。哎，梁宇在干什么呀？哎，梁宇不在真的难受，想梁宇的第1天。然后我就在那块磨叽，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在那块取笑我说，那个怎么讲，你不会认真了吧？我说不可能，我说开玩笑的。然后紧接着我们那天就拍不下去了，我就停下来了。然后殊不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他回去，我觉得他也会怀念我吧。然后他可能跟前任
就会有一些遗留问题啊。又删谁呀？没有。海尔啊，感谢阿南送的眼镜。然后呢，就，后来我俩就是也断断续续有聊天，但是聊的不多。直到有一天，就是他身边人就会跟我说，那个啊，那一天我喝多了，你知道吗？我那天喝多了，然后我就谢谢那个有诗，谢谢有待送的浪漫烟花。sorry 有待，谢谢有待。然后那天我就是喝多了，然后我就到家里，然后我就在那块儿我直播了嘛，然后我就在那块儿那个喝多了，因为他那段时间他总在我直播间，然后我也不太习惯他不拍戏的日子，然后我就喝多我就回家就直播了，然后我就在那块儿就耍酒疯，我就说你们不知道二百刀有多好，二百刀是我所有的演员里最好的，他演技又好，各种，然后我就夸他，然后他就在直播间，然后就各种夸，然后小薇和那个丹青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到我家就是那会儿我不在直播间，你说的是。对，反正他身边人，谢谢施之牛送的纸短情长。那天我记得那天晚上你说你爱上他了，我不是说我爱上他了，我是说我他妈都快爱上他了，我是这么说的。啊，我说我他妈都快爱上他了，我说他真的非常好，我说这个人太好了，好到我都快爱上他了，我记得我是这么说的。然后紧接着我就那个噗就是爱了，反正就是我都说我说我他妈都快爱上他了，啊，就是跟施之牛喝的酒，他的白酒嘛，对，我说我说我他妈快爱上他了，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时候吧，就是那个他身边的朋友也看见了，看见之后吧，然后他们就会后来就有一天，他突然跟他那个前任分手了，啊，然后他突然跟前任分手了，然后我知道之后，我其实我之前我是有知道的，啊，我听我听你的语气，我其实能感觉到你是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大概你分手没两三天，你的那个身边人就找我，他说，哼，我知道了。我说你知道什么呀？二把刀跟你早就在一起了吧？我说什么？你俩早就在一起了吧？他为你分手了，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还在我不知道啊。他是为我分的手，然后我心里就啪一下，我就被电击了一样啊！他是为我分的手。他说你不知道吗？我说我真不知道。我说你详细说他为什么为我分手。他说啊没什么，无论他是不是为你分的手，我都想想奉劝你之类的，反正就大概就不祝福咱俩之类的，就说你可能就是。不论他是不是为你分手，我都是要诋毁他几句。反正就确实是说了你一些事儿嘛，然后就我说啊，我说啊，原来是这样。他说那你现在还想跟他在一起吗？我说那我得看他怎么想。那个人心里肯定就想，他妈的我白说了。就是他跟你说了一大堆话，然后问你现在还想跟他说？对，我说那我得看他是什么想法，而且我也得去了解他是怎么想的嘛。然后紧接着我就问你嘛，大概12点多我就问你，我说，哎，你是为我分手吗？他说也不全是。后来那个就是，我说那你咋想呢？他说那个就已经分手了。我说那你现在有其他喜欢的人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以后要住哪儿啊？他说啊跟前任分了，然后可能要住那个工作室一段时间。我说那你扯啥呀？我说咱俩在一起吧。然后他说好。他说好。然后我说啊，我说那你就别住酒店，你别住那个工作室了，去住那个
去住那个酒店吧。他说那个还住那个前任家里呢之类的。他说过一段时间跟前任那个就再搬出来，然后他紧接着他也跟前任说了，他说我跟百里决定在一起了。他前任说那你搬出去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跟前任那个说了，然后他让我搬出去。我说搬，我说那个不住，咱不住，咱们那个住那个酒店。我说那个咱们住总统套房。然后紧接着我就咔给他转了2万块钱，然后他说那个好，然后他就那个就搬出去了。我说你住好酒店了吗？他说没有，在工作室里边。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住酒店呢？他说哎呀我这个就省点钱之类的。然后他这2万块钱一直都没收嘛，你知道吧？他2万块钱都没收。然后我给他转完那个2万块钱，我也发现就余额剩了10几块钱。我寻思哎呀他不收，他有没有可能收呢？其实我也有点懵逼，你知道吧？我说哎呀我这有点装大了，你知道吧？后来他就没收，还有没收，然后他就搬出来以后，然后后来他就那个在工作室上住，然后那天晚上，然后他的那个身边的人还去闹他，就大概就闹了一下，然后我就说你赶紧去住酒店。结果第2天他就乖乖去住酒店，然后他就计划着说可能半年之后把这个店就再盘出去。我说还他妈半年不半年的，赶紧他们过来得了。然后我就各种再加上他前任和他身边人一直搞一些事情吧。我不是说搞一些事情，就是可能在网上说了一些对他不好的一些话题，包括那段时间名媛的各大群里边都在说我俩什么那个婊子配狗啊，说什么那个他那个满眼都是对做名媛的渴望啊，然后要去北京被百里包养了，然后又在网上又爆出来说什么我其实这么多年拍戏都是培养了一些那个演员，然后去陪金主然后睡觉啊，包括百里也陪啊之类的。然后网上各种诋毁、诬陷、谩骂，然后就各种声音就来了之后，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俩心里特别的平和，然后我说随便他们说吧，因为我是听不到的，你知道吧？因为我完全听不到，因为我没有那个名媛的同性恋的那种群。我不知道，你知道吧？我不知道这种声音，是小薇天天跟我说，哎，你俩上热搜了，你知道吧？然后就各种被骂，然后他们发过来就说什么我跟龙二闹掰了。之所以闹掰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因为分赃不均，说百里之所以这么有钱，其实是因为之前拍戏贪污。投资人的钱，反正就各种声音就来了。他也问我说，哎，这个事儿是真的吗？我说不是真的。我说人金主在投资的时候，这些东西吧，人家就不在意。第二点呢，我说哪怕金主投50万，那这50万就是正常的剧组的钱。那我一个人去做了很多的职务，包括我又编剧又导演又演员又他妈那个。摄像又他妈道具又他妈化妆，包括我还会那个做那个音乐插曲，这些都是我。我说难道我不值得这么多钱吗？我说正常的50万根本就啥也都做不了啊，是我自己工作太多东西我获得这些东西。反正就跟他解释，他说那你跟龙二真的在一起过吗？我说压根他妈不可能。我说我跟龙二吧，首先我俩不是一个我俩完完全全怎么说？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龙二比我不是什么出道早。我说那个我俩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我说我俩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而且我找对象一般都找那种我就是你这一任，比较高调，就是做自媒体，其他的我前6任都不是做网红的，都没有任何的什么粉丝量之类的。我说我根本就不喜欢这种东西。
然后他就啊说知道了，我说你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我说越多网暴反而让咱俩抱得越来越紧了，我说咱俩就抱紧，就是一起就是抵抗这些网暴。他说好好好，然后紧接着吧，因为那段时间他前任或者说他那个不是前任，反正就他身边人嘛，就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然后我其实就有点儿，包括那段时间就是。反正他前任确实，就他前任说过一句话，他前任说，啊，其实你跟我分手，我并不生气，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跟百里在一起，百里名声都臭了，你知道吗？百里油的要死，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这一点我太生气了。然后我就听他前任对我的一些诋毁或者是一些谩骂，我确实是心里有点不太开心，然后他就那个就是他就忍不住了，他看我不太开心了，然后他就忍不住了，然后他就直接在网上公布说我俩在一起了之类的，然后就还特别高调，然后就被网暴了嘛，大家都知道啊。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说这他妈还等他妈半年干嘛呀？我说你赶紧过来，然后我就安排他过来，我说那个我俩就规划未来的日子，就这样我俩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也依然会，就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说啊那个百里直播的时候澄清了，说那个给二把刀发了一个好人卡，但是。百里说是二把刀倒贴之类的，你知道不？就是有网上就是看了我们直播，就是各种特别离奇的分析，就说我俩是什么啊，我也是，就是他又失去了他前任，然后百里又不拿他当个人，然后就说他谁也没有人要他，到最后他就烂了怎么样？然后我听到这句话，我就特别那个担心他有就是不安全感。我就把我的那个抖音上所有的关注都取消了，然后只关注了他一个人，你知道吧？就这样，然后就同居了，就一直到现在。所以就是你们说是谁主动追的谁，其实也没有谁主动，我觉得是他先动心，然后是我后知后觉。对，然后我抓住时机跟他在一起。我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他身材好，因为我觉得，因为他之前也没脱过衣服，我也不知道他裸体是怎么样。但是我会觉得说他有一点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朝气的人，我没有。啊，他是一个特别有朝气的人，我没有。然后包括他，就是他是那种什么呢？他是那种。真诚的人，因为我觉得他没什么脑子，对，我觉得他是没什么脑子的人。然后，我其实有的时候也大直男，所以我们都没什么脑子，我就觉得在一起就特别好。对，我们其实特别好，就是包括我俩都喜欢音乐，都喜欢拍戏，然后对生活都是一样的。就是有规划，就是爱好相同，每天聊天，包括他也很照顾我。然后他来了之后，我其实挺开心的，他一直为我做牺牲。然后逐渐他也找到了那个自己的。你和这点不用说了啊。角色。什么叫？没有必要。导致我越来越爱他，对我越来越就是包括生活上，其实他非常照顾我，家里的脏活累活都是他在干。但是就是那些就是出力的活都是我在干。比如什么呢？什么叫出力的活啊？哎呀！让你耕田了。哎呀！晚上公粮交一下啊。所以就是哎呀，太多的误解啊，太多的那些东西。你就比如说我今天的直播，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你知道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依然会。不能说那些东西啊，他们依然会就是通过这个直播，然后截取一些片段在网上造谣，啊，他们就真的就是，但是我说实在，我真的听不到这种声音，是他没事就在 B 站上，哎，看别人评论之类的啊，怎么样？我其实真的一点儿也不在意，就是怎么说
怎么说我其实我都不在意，我可以跟大家很坦白的说，就是，他是我觉得就算是他有自己的小心思，但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没脑子的人，我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有啥小心思啊？那说白了，你不就是，4年前看了我们的剧，然后一直都觉得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做，也不算年轻了，我们这些人一直在做一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就会觉得我们，看到百里屠夫其实坚持了这么多年，确实是挺，你是相信我的为人的，除了你身边人一直在蛊惑，你是会觉得从打心里就会觉得说，百里还蛮上进的，或者是蛮努力的一个人，对吧？因为他看了我多少年了，你知道吧？而且就是我们但凡有一些黑料，你知道，就是网上那些传言，但凡有一些黑料，你说百里屠夫怎么能拍这么多年呢？对不对？怎么可能呢？相反的是那些所谓的名媛，然后他们就是在网上高调了一段时间，他们突然消失了，这个其实是应该你们去怀疑的，啊，这个才是你们应该怀疑的，就是你们不觉得说有一些名媛他们在网上有一段时间，然后特别火，然后突然就消失了，你说他们去哪儿了呢？去哪儿了呢？而且有一些不工作的人，他们到处旅游，到处各种城市打卡，你说他们钱从哪儿来了呢？对不对？大家不怀疑这帮人，怀疑我们一直在大家视线里的这些人，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就我们都是本本分分的这个老实人，都是在做事情的人，你知道吧？哎，我就觉得太奇怪了，我们这么努力的在拍，然后有的人说那个你跟小大夫，刚才那个评论区里边有人说你跟小大夫怎么分了？我跟小大夫分的事儿吧，大家可以就是互相的打听打听，就是我只能说就是有的人说就是哎，百里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想找人包养的人，我就找了这么个人包养我。百里其实就是不想明白，就是说，那个现代又那个哄骗人、伤害人小朋友，然后就是说，现在又嫌别人不上进了。那你当时想啥了？我他妈一直都上进，好吧？我一直都上进，玩够了。你帮我骂他，老公，你看他呀，拉黑拉黑。什么东西啊你？说累了。那我们吃饭吧，要不？又有点热，又有点热。这。太累了。准备在一起几年啊？等你死的那天。等你死的那天。龙二和你真的很搭，合作伙伴。谢谢用太多总会坏送的捏捏小脸儿。太太。说明叨叨蓄谋已久，我觉得不是蓄谋已久，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跟他前任吧，他前任也不是说有就是他俩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就是沟通上一直都有一些不顺畅。那他在拍戏的时候，因为他又是特别难搞的人，所以我在剧组里边我就会特别鼓励他，明明他演的像一坨屎一样，我都说演的真好，哎，没想到你这方面真有天赋，你知道吗？你是我所有演员里边差一点就超过龙二的人，哎，我剧里其实这么多演员，就你龙二还有那个就是袁成演的好，就龚大虎你们仨演的还行，真的你知道吧？就是我就一直在夸他，你知道吧？然后包括我当着他前任面，我说那个我跟他前任说，我说你这个对象真的太好了。让我一点都就是感受不到不好，其实我心里都烦死了，你知道吧？对，就都烦死了。就我觉得，
因为他就是我的演员，我就得哄着他呀，你知道吧？所以就这么的，他可能会觉得说可能他前任可能对生活要求会比较高，然后一直都觉得他做的不漂亮啊，或者说没有那么上进呐、办事情可能需要他前任操心呐这，但是他在我这被夸上天了，你知道吧？前任说让他拍个戏把人弄丢了，我发誓我真的没做什么。有的人说这是我怎么地了，我说我们都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只是在拍戏。全剧组的人都能感觉到我们就是在拍戏。我没有不让他吃饭，他吃呗。吃饭咋直播呀？你吃我播。糖糕。啥糖糕啊？这叫那个啥，豆包。粘豆包。粘豆包。用筷子行不？好吃啊！你要吃吗？你要吃吗？你先吃，我等会儿吃。那我也等会儿。别人眼里就是无缝衔接，我其实我挺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在你们眼里无缝衔接的，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会有因和果，不是说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就会只有一个原因导致了什么分手这些事儿，我觉得太扯了。他跟他前任也是在一起将近快2年的时间，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如果说真的是靠，你别弄出声音，小心点儿，来慢慢瞅，哎，尽量不要发出声音。他和他前任都已经就是说在一起快2年的时间，难道就因为我们拍戏这几天？然后就导致了他们感情分开了，这合理吗？你们觉得？对啊，你们觉得这合理吗？这不合理的呀。好了，可以弄了。聊得很开心，你赶紧吃。等你一起吃。哎，你赶紧吃吧，我赚钱的。知道我们这些被大家误解的这种苦处，我相信我们会好起来的。我们当时都害怕极了，我说哎呀，这，其实我一直都不害怕这种声音，你知道吧？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些人骂的就毫无逻辑，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说过一段时间就是真相自然大白，而且就是他身边的人在搞事儿，然后我就说改天咱们合体直播的时候，把这些人都他妈撕一遍，就把真相告诉大家，包括真实的事情都告诉大家，然后包括那个时候，谢谢全都，谢谢全都大哥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我甚至都在说，我都在说，我说我现在已经基本上锁定了几个人，他们在胡说八道，因为我们确实是，因为就是网络吧，其实它很透明的，你知道吧？我们看到别人在网上骂我们的时候，他们截图的时候都会有名字，就谁在背后造谣说我们不好，我们其实都能看见，然后我们大概就知道谁是谁和谁在胡说八道嘛。所以我就说，等咱俩合体直播的时候，一是要澄清一些事情，二是咱们也要反击的，就有一些造我们谣的人，或者说在背后骂我们的人，我们都公开处决嘛。然后他说不要，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可能里边涉及到他身边的一些人。我说那行，只要他们不再胡说八道了，我们就不去反击了。他说，因为这里边有谁，然后就是。就不要搞得那么难堪之类的。我说行，就这样，我们也没有去
回应一些事情，但是就不回应就是会有人误解嘛，对，但确实是挺委屈的，挺委屈的，就是而且就是之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的人品怎么不好，都是他在维护的人去做的事情。又怎么啦？避免下妆只穿内裤。还跟阿远还有联系吗？没联系了。对，就是他就会觉得那些人就是都不要，就是说，不要去回击他们了，就想保护他们。但是，其实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脾气特别臭，我就觉得他妈的你们敢背后搞我们，或者说在那块造谣，你这造谣的太离谱了。说我他妈拍戏就是培养一些名媛去陪金主，说百里也去陪，我他妈长这样我去陪金主，金主是干什么呀他，你知道吧？这金主是有什么喜欢老头吗？是怎么了？你知道吧？有待喜欢这样直播。造谣你知道吧？就有一些造谣，我们真的是容忍不了。导演啥时候开学？我们都已经上课快一个月了呀，1个月了都。值得一个金主，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之前我就是金主，现在不算了，现在是平民。不是，现在是那个网络乞讨主播，对，现在落魄了，网络乞讨，我要早知道你这种情况，我就不跟你好了。你看，原来那些人说的是真的。什么时候上映？年前应该会上。谢谢这个小帆船，会好起来的啊。搞得我都想撬叨叨的墙角了，佩服你的自信，加油吧，叨叨你别看就是挺好养活的，但是挑。我喜欢图图，哎呀，图图对每一任绝对真心，确实我这个劣迹斑斑，劣迹斑斑。网上就有人说那个什么百里换对象太勤了，我说真不怨我，真不怨我，我就跟大家说实在话，之前呢其实是。自己在社会上就是其实也没有归属感，所以就是总觉得谈恋爱会找到归属感。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等自己进圈了之后，确实是会有一点点飘。为什么人就是我会说有一点点飘呢？就是从第3任开始我就开始找小孩儿，所以网上传的说我找金主这个非常不成立。我找金主，我为什么找小孩儿在一起呢？我所有的那个前任，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听说过，那基本上都是小孩子。那小孩子有什么钱呢？再有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可能自己手里有点钱，或者说有点名气，就会觉得说自己能掌控一些东西，所以就找小孩儿。
然后，但是小孩子其实是不受掌控的。小孩子，你们别觉得小孩子跟你在一起就图钱，跟我在一起图我的钱，其实不是。小孩子可能今天是图钱，明天就图感觉了，他们就莫名其妙的就会跟你分手啊，或者说跟你闹啊，然后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这个情况就会发生。第四任、第三任、第四任、第五任，一直都是这样。我觉得就包括每一段感情，其实你在开始一段时间，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发生啊，包括你的财产不是，包括你的物质条件也会产生发生，包括你的事业上也会有一些变故。那你这些变故会导致你非常的疲惫。你疲惫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想尽快的去把所有东西都抛下，你不想有那么多担子。我谈的所有的恋爱，基本上我不是说我包养他们吧，但是我谈的所有恋爱，其实我都是经济的，就起码他们跟我在一起，我生活上我没让他们花过钱，所以就是自己担负这种生活重担的时候，再加上事业又不太稳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搞得自己非常累。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想一个字儿，分。因为你事业，我做了3年酒吧，然后在疫情期间，其实就非常不稳定。一旦生意有一些变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真的特别累。你要养家人，你要养，不说养对象，你要负责生活，你能把自己养活好，你还要养员工。我10多个员工，那个时候就频繁的分呐、合呀、分呐、在一起啊之类的，反正就是，确实是开酒吧的时候确实是有点飘了。他会发现自己没能力驾驭，跟他在一起就会比较稳定吧，因为就确定自己没钱了。你要是发现你对象是赌徒，还会在一起吗？不会。我会觉得，我喜欢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好。我每任对象我都会发现他们好，他们优秀，我才会喜欢。如果说叨叨是一个有一些不良癖好的，我一定会跟他分。这是我觉得我对象就是要好。对，我喜欢他这么有毅力在健身。我其实并不是喜欢他现在有的样子，是我觉得他持续的去健身这个毅力是我没有的，我会觉得这是闪光点。他已经有的东西其实没有多了不起吧，外形就时间长都会腻啊，对吧？叨叨什么年纪？叨叨跟我同龄，他比我小半岁。这叨叨是富二代。叨叨是富二代，你不要再隐藏了，直接就是彰显你的那个实力好不好？不要想着给我惊喜。我都不知道。叨叨是来测试你，半年之后你就不用花钱了啊。叨叨好显小，跟谁在一起吧？跟我在一起，他当然显小了。你赶紧吃啊，多凉啊！没事，等你一起吃。快1点了。快1点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不播了？还要播吗？播到1点吧，还有9分钟。行。健身真的很难。我觉得健身很容易，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健身是最好坚持的。他现在就是天天就因为我那个不去上课，然后就怎么样？其实你们知道我每天要做的事儿吗？每天我们要直播，因为我们每天的花销基本上都在直播上赚到的。因为我现在说实在没有什么钱了，我们其实都是要每天直播，然后去赚出今天的生活费之类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每天课程都非常多，然后又是早8的课，其实我就有点起不来。第3点呢，我这个人吧，
这么多年其实都是靠脑力去，就是脑子去想很多事情，经常会失眠，然后学校还会布置一些什么演出的任务啊，包括我们还要想着说去做。去做那个服装这一块儿，包括我现在还要音乐创作呀，包括后期呀，包括手里还有什么事儿，反正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压着，你知道吧？然后就是，但是其实我最想完成的其实还是健身，所以他就责怪我说，哎，你今天课又不去，这真的是事儿太多了，没有办法这些事儿都能完成，所以我们必须得去有舍弃。我们说，就今天我俩在讨论说，你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首先是健身，再一个直播，因为这两个，一是那个要变得更好，二呢是要有钱去生存，第三点其实才是上课，你知道吧？就我们每天就得坚持这些东西。第四点，我们才会慢慢的去做音乐啊，做那个服装啊，做那些东西，就是让生活变得更好。包括我们马上又要录歌啦，然后又要补拍啊，就每天好多。这挺好看，阿波罗。我看多好看。没你好看。叨叨可以唱几句歌吗？没有伴奏，现在还没有伴奏。你就非得让我出这个丑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丑呢？大家喜欢听啊！我告诉你，这些捧臭脚的特别多来。我不想唱。你唱一首那个我不想能见到你。那个也唱不好。低一点的歌，唱一首那个滚滚长江东。我唱你写的那首。好。跟着我走。行，听听你的版本。不行，这首歌不好听。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就过不长了。谢谢小帆船的扣。谢谢小帆船的心动打扣。唱那个黑刺猬。哎，好像有伴奏是吧？那个。你不发给你了吗？歌词找一下。真要唱呀！听听那个现场没修音版。找一下那个，找一下伴奏吧。前摇太久了。我想能不能拖到1点钟就不用唱了。好，迷人的武大郎说，努力那么久进电影学院，为什么健身这么重要？电影学院其实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就是我其实之前我确实把电影学院看得比较重，但是你进这个学校你才会发现都是理论其实对于我，可能对其他的学者或者说就是就是那个是怎么说呢？反正就对于我已经有一些工作经验，在社会上很久的一些人，就是他其实是得不到太多的进步或者说帮助的，所以我逐渐的会转移重心在健身上了。来唱了啊，就唱个大家不要录屏啊，唱个一段吧。来。你都多远了，心也都倦了，无奈的眼神怜悯着无声，无声的也有丢下理智的灵魂。浑浊的我会通过你家的门，呼之欲出的话迷人，
就像是爷爷付出的青春。我逞强时的语气你听不到，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我委屈时样子像刺猬一样，满身的泥呀冲破黑色街道。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就让我把身上的刺统统都拔掉。好的，非常的非常的有感觉啊！最喜欢你最后2个字拔掉，特别好，是不是？这首歌可能会作为这个插曲，然后包括我的专辑里边也会有，然后包括我俩可能也会有一首合唱歌曲。哪一首？跟着我走，不跟你说吗？对，拔掉，这首歌叫拔掉，不是叫黑刺猬。没有技巧性感觉，不是，我就觉得有点放不开，挺好的，这是你表现最好一次啊！真的吗？有点放不开，真好听啊，挺好的，但是我那个修音版我觉得更好听。99好吗？谢谢牛爷爷。唱一首夏波呗，我就不唱了，因为我唱歌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他唱的就不好听了，最怕是对比，未来的这首歌合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感觉。什么意思？我不唱了，我收费。对，我要钱，还有最后1分钟。谢谢。哎呀，谢谢滚滚滚滚乐送的爱情树下，谢谢你。播呗，不播了，我们还没吃饭呢。对，我们明天还有早课呢，早8的课。对，我们赶紧准备睡觉了。晚上可能还会。谢谢安吉送的秋天的味道。晚上还会失眠，可能还会浪费。让叨叨脱了外套，干嘛呀？干嘛呀？行了，到点了，哎，还有最后1分钟。那给大家做个 wink 吧，这是好久不做了，3年不做了。3、2、1。献丑了，谢谢大家。正好1点。行，谢谢大家的礼物。感谢用太多总会坏的亲吻。拜拜吧。小扁担是什么呀？就是王扁的粉丝。881啊，拜拜。再见。拜拜。我们要吃饭了。饿死了。吃完饭睡觉。拜拜。再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